Hello! In this video, I will take you on a tour around my neighborhood in Chengdu and show you what an ordinary residential area in a big Chinese city looks like. 首先是我最爱的卖西瓜的小摊，对面还有好多卖别的东西的。中国的居民区附近通常都能看到这样的小摊，能感觉到中国城市有在努力种树，给拥挤的城市增加一些绿色。这个是卖霉豆腐的小摊，周围到处都是共享单车，也能看到很多骑共享单车的人或者外卖小哥。中国的普通小区大多都是这样的高楼和这样的街道。我其实没有吃过这个霉豆腐，上面白色的全是霉。这儿有一个外卖小哥在休息。这些全是共享单车，我感觉太多了，而且很挡路，走路不方便。再往前走一点，会看到很多在地上卖蔬菜水果的人。在中国买这些东西太方便，太便宜了，都不需要去超市。有非常多新鲜的蔬菜、水果、坚果等等，很多人都会在这里买。这里有卖榴莲的，我超级喜欢，买了一个，老板现场帮我打开。哇，我的运气真的很不错，小小的榴莲里面有这么多果肉。这一个榴莲才50块，差不多6欧元吧，比超市便宜。这儿真的什么都有卖的，豆子、坚果，这是新鲜核桃、鳝鱼、小芒果、无花果、苹果、桃子，真的什么都有。这里还有卖面包的，这个是山药，还有火龙果和西瓜。我觉得我家旁边的小街就是一个什么都有的大超市了，真是太多小摊了。这儿摆得好整齐，干干净净，漂漂亮亮。晚上吃完饭散步，发现外面更加热闹了。除了卖水果蔬菜的，还有很多可以直接吃饭的小摊，还有一些冰的甜品。前面还有卖炸鸡的。这条路就是刚刚下午走过的卖蔬菜水果的那条路。这一家是卖烧烤的，人好多呀，大家都直接坐在外面的小凳子上吃。他们只有晚上在这里，可能到凌晨1点2点就会走吧。这个小车上的烧烤店和真正的店也差不多。中国的有些街道看起来有点乱，但是我觉得很有生活气息。现在经济不是特别好，很多人都出来摆摊赚一点钱，而吃饭的人也愿意在这儿吃，因为更便宜，更方便。我进去了一家街边的超市，给大家看看中国小超市的样子。牛奶是按箱卖的，这边是称重的小零食。在超市的机器上可以交话费、水电费，
但大部分人都直接在网上叫了吧。中国的酸奶和牛奶其实并不比欧洲便宜。这边是女生用的卫生巾，中国女生很少用棉条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卫生巾。这边是纸，还有毛巾、筷子，很多杂物，很大桶的油。中国人炒菜很多就喜欢用这种油，我们家也是。这边是辣的火锅底料，还有很大袋的大米。方便面有很多种味道，我感觉亚洲人吃方便面真的还吃的挺多的。中国的奥利奥也有很多神奇的味道，比如白桃乌龙、芝士味儿、牡丹花味儿。中国的零食选择太多了，各种蜜饯、豆腐、坚果，各种味道的薯片，比如牛油果，还有什么披萨口味的薯片。这些零食很多都是辣的，现在中国年轻人很喜欢吃辣。当然还有外国人很难理解的鸡爪小零食。你猜猜零食的对面是什么？肯定猜不到，是高度酒，中国的白酒。当然也有一些果酒和啤酒。出了超市之后，我还发现对面有开车卖书的。这些书是称重量来卖的，绝大部分都是新书，价格自然就比一本一本卖便宜。这就是一个移动的书店了，没想到还能这样卖书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。在这儿看了挺久的书，这里写的全民阅读特价图书。旁边这辆车只卖金苹果，这一辆呢只卖荔枝，看起来太好吃了。这个季节荔枝很受欢迎，这家荔枝很大，看起来太好吃了。这边又是卖西瓜的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家旁边走路2分钟最少有5个卖西瓜的小摊。这个大哥正在炒饭。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住宅区，但是和欧洲对比起来，路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宽。可以看到，虽然都晚上大概9点了，整个小区周围还是非常热闹的。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夜市，有卖花的，然后又是卖西瓜的，可能已经是第6家了。这边又是火龙果、葡萄，看到这么多卖水果的，就能看出中国人有多么的爱吃水果。我们家水果也非常多，这边还有卖哈密瓜的，也很好吃。That was it for today. 中国很多城市的小区周围都是这样，很热闹。你们喜欢这样的环境吗？还是更喜欢安静、整洁又干净的地方呢？Let me know in the comments. 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